清朝的野史，什么陈世观是乾隆的亲爹啊，洪承畴是康熙的爸爸呀之类的段子啊，听一耳朵图一乐没问题。宫闱秘闻嘛，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养活了不知道多少说书先生和小说家了。现在轮到短视频来吃这碗饭了，也无可厚非。可是咱们得把话说明白了啊，有些事儿乐呵乐呵可以，有些事儿就必须严肃起来了，你含糊不得呀。清朝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朝代？2025年了，这种事儿还能摆到台面上来讨论？还有那个听起来就挺拗口的满蒙非中国论，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啊？这种论调的诞生，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子为侵略张目的味道。早在1904年，日本就对着咱们的东北垂涎3尺了。一个叫百鸟库吉的所谓日本学者就搞了个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系统性的抛出了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这些调调。这名字起的就是要硬生生把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历史的版图上给抠出去。好，这算是给这个谬论打了个所谓的学术底子。到了1920年，石野仁一更来劲了，直接发表文章说什么中国无国境，满洲、蒙古、西域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这一下就把这个理论给系统化了。光有学者吹风还不够呢，军国主义的刀很快就出鞘了。那个后来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公然宣称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日本的外交官松冈洋右更是赤裸裸地抛出了满蒙生命线论。所有这些看着好像很学术的理论，最终都直接服务了一个目的啊，为日本侵略占领咱们的东北提供借口。后来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用的就是这套说辞当遮羞布啊。所以这个论调从他娘胎里出来，就不是为了探讨真理，它就是一把用来分裂我们国家、侵占我们领土的刀子啊！脑子糊涂点不要紧，历史专业知识不扎实也没事儿啊。可咱不能信马由缰的光凭着情绪说事儿吧？历史事实都在那可丁可卯的摆着呢。清朝的统治者自己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中国。顺治时期的文书就已经把整个大清统治的地方称为中国了。康熙在圣旨里明确说过，东北那是中国的地方。乾隆更是定下规矩，对外国讲话的时候必须自称天朝或者中国。不，您就不想想，要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这是中国，干嘛非得这么称呼自己啊？清朝的建立者爱新觉罗家族本来就是明朝的臣子，世世代代接受明朝的官职，是明朝建州卫的都指挥使。他们生活和发展的地方从来就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之内，不是从外国打进来的。他们入关建立全国政权，是中国内部2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王朝更替，不是一个外国灭亡了中国呀。清朝后来更是奠定了咱们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这份历史遗产咱们今天还在继承呢。现在全球都什么态势了，还在这儿一点警惕都没有，跟着几个企图心不清不楚的王八蛋一块瞎起哄。这套满蒙非中国论的鬼话从来都没绝迹过呀，上百年了，换了各种马甲，没完没了的出来挑事儿。一会儿被包装成什么内亚史观，一会儿又藏在新清史的一些论调里头，核心始终没变过呀，就是想着法子强调长城南北是对立的，硬要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中原王朝的历史割裂开来，好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来不是一家人似的。就是想从历史的根源上否定咱们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啊！就算应该看不出来啊，脑子打起来嘎比当啊！把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这不只是个学术观点对不对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在否定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是在拆散我们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这个大一统体系啊！历史是能被这些宵小那么容易篡改的吗？是能被包藏祸心的政治阴谋那么容易歪曲的吗？我们痛恨清朝的那些残忍杀戮，欧了个 K 呀！批判清朝的落后跟腐朽没问题啊，可是不是必须得认清楚啊？清朝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可跳过的一段，
坚持这一点不仅是尊重历史啊，那是守护我们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底线啊！那些垃圾甚至都不是胜利者，就他妈想拿我们的历史当小姑娘那样随便涂抹污蔑呀！怎么想脾气啊？总上子呢？